你最近发的这相对于往期来说，其实还是有一波流量的，我感觉。对，我现在其实新的那几期视频，每一期的那个收入也就只有3欧元都不到了，但是因为是前面有那个做了有30多期的沉淀嘛，那些老的视频，很多观众都在看，然后所以就是那个，所以就是总共的收入一天大概有个20多欧元吧，但是现在又降回去了，昨天的话只有13欧元。不过像之前就是在出体这一波流量上来之前的时候，每天也只有3、4欧元、3、5欧元。现在的话比之前要高一点，但是我感觉上一次出体的那一波的流量红利现在是快要吃完了，我们得去接着去聊下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了。这个就是流量有波动，其实很正常，就是你不用特别的担忧，主要就是你把你视频的内容做扎实，然后你不只要发出来了，它就一直在你的这个账号里边，它随着这个时间的积淀，它会变成金子的，就是对，尽量的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这个做这个聊天的内容上面来，然后视频其实剪辑上面你只需要稍微在意一些细节就行了，就是你把它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让它尽量的少花你的时间，不要老是花很长一段时间去剪一个视频，就是你把这种剪辑的流程给它固定下来，固定一个流程，就是让你自己习惯这种剪辑的方式，然后快速的剪出一个视频，不要占用你太多的时间。我觉得刚开始占用的时间久一点没关系，因为你是在学习嘛。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去把这种流程给固定下来，就是去总结嘛，去怎么缩短这个剪辑视频的时间啊，优化流程就很自然的聊天就行了，平常聊天一样嘛，就聊就行了。对，就是参会之前我们可以跟他说一下，可能这个会录成一个音频，然后剪辑成一个节目，这个当然他要有知情权嘛，就是对，他同意了之后，我们参会的时候咱们就不要再提到这件事儿了，就是对，而且一般情况下包括如果是说将来要出镜啊，或者是说你去参加一个记者的采访，通常第一遍往往是最好的，就是对，第2、第3遍都没有第一遍好。就包括我有时候就是拍视频，然后就趁那被拍摄者不注意的时候，你去拍出来效果是最自然最好的。就是一旦让他注意到你了，他反而就显得很难受，然后你也拍的效果不好。就是他就会很紧张，他一紧张的话，观众也会很紧张。对，然后是这样的。对，所以大家都喜欢听放松的嘛。所以就是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去来提前去写稿啊、改稿啊，然后照着稿子去对着镜头给他口播。但是后来就发现那样子效果不是很好。就第一的话，你改来改去很累，然后第二的话，因为你是照着文字去读的话，那就很紧张嘛，人就很紧张，而且也经常会有些说错话的，然后后面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改，然后所以那还不如就直接像我们这样子，比如说一本那个小说，一本书给它看完了之后，我们大脑里面有一个情节了，然后说话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对，这其实这种讲话或者聊天，你可以弄一个大纲就行了，就是大纲就是几行字、几个关键词就 OK 了，就是它只是提醒你要聊的内容，不要跑题了就行了，就是不要把你说的每一个字都给写得清清楚楚，这种就没意思了，就是念稿子了。对呀，它就没有那种灵活发挥的空间了。对，就是说你上次说的那句话很对，也就是知识的话都是死的，但是每一个人每个有趣的灵魂都是活的。对，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喜欢用的一些惯用词，然后都有自己的风格。因为我现在突然打断一下，就是我有可能跟你聊的时候，突然会啪的一下，就我就掉线了。
那是因为我明天就要搬家，然后他这个电费这个屋子里面，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余额还有多少，我记得几天前充了10欧元，然后就是万一要是掉线的话，那你也就是别在意这没事，咱们应该你说咱们应该聊不了多久，我意思就是应该问题不大，先聊吧。对，就聊个我觉得2期吧。对。然后对你说那个流程的话，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嘛。大概就是我相当于全局的话呢，就是咱先确定一个聊天的主题，因为最后我发现就是像你说的，选题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你到底要聊什么，很多事情都可以聊。像他们之前有很多人分享在美国的生活呀，很难把它做大，你可能做个1-2千的订阅，那已经很优秀了。但是你要想做到那个几万，甚至说那个几十万，那你肯定是说内容是他就是要么是说那种观众很想听的话要么就是他有一个很独特的闪光点。所以我也看到了，就是江湖姐她的那个频道那她的内容做得很棒，而且她也是也有那个整理的。反正我觉得最好不要跟着观众走，就是跟着你自己的兴趣走就行了。就是你对哪个话题感兴趣，然后你觉得这个话题它值得讨论，值得我们聊一聊，就可以做。对。然后因为最重要的是保持你自己的好奇心，就是你的好奇心才是你创作视频的源源不断的这种素材和来源。就是如果你的好奇心还有你对这个世界的求知欲它都很低了的话，你就很难去产出优质的内容。对，就是你自己平时也可以多看一看书，或者看看视频，看看你感兴趣的领域，就是开发你自己的兴趣吧。对，就是说要有好奇心。而且我就发现，我如果是越是想挣钱，那反而越挣不到钱。就如果是说把我们当成一个创业公司来做的话，那挣不到钱。但是如果是说就单纯的是故事会的形式，就咱们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那反而还挺好的。现在其实互联网上缺的就是这种，就是很多人他没有一个聊天的机会，就是我们其实在现实中也是这样嘛，我们很难去找到合适的人去跟人聊天，或者去探讨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就会去看视频或者听一些播客。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市场肯定是有的，就是你如果想挣钱的话，你就要坚持做你自己，就是不要被观众牵着走，就是你把你的兴趣还有你的爱好把它做成内容。我觉得只要你坚持做，然后呢在做的过程中一点点去优化你的这些流程，优化你的视频质量，我觉得你肯定能做成的，就是做到10万甚至100万，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你不用担心你的这个商业模式会不会成功，或者说是能不能挣到钱。我觉得只要你坚持这个想法，就是然后你行为上也去坚持这么去做的话，你肯定可以达到你的这个商业目的，或者说挣钱的目的。对，然后再就是你说那个更新嘛，后来我也发现就是确实有一些频道它有那个100多万的粉，像之前有一位解说电影的，但是你去看他那些最新的一些视频，才只有600多的播放量。对，对，然后而且他还跟得很勤，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必须得每天都得更新。如果说每天都得更新的话，压力有点大的，那必须得全职来干这个事儿。但如果是说我们做一件别的工作的时候，业余再来做，那可以达到每个星期更个2-3期。这个更新的期数你不用固定，就是你有好的质量有好的内容了你就更。如果我们比如说这一周我们好的内容特别多，我可以一天更2-3个，其实这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的质量没有好的内容，那你其实作为一个相当于你是一个内容的传播者嘛，然后你有很多的订阅者，你就得对他们看到的内容负责。所以你要把关这个内容的质量，就是你觉得这个内容质量达不到你的平均水平，或者
没办法让你满意，那你就不要跟，你就等更好的素材，或者说积累更多的素材，再来做一个综合性的视频都可以。对，反正就是，不要固定自己的更新频率，你就是看自己有没有内容，有内容其实你一天更10个、更100个都可以，就是要以内容为标准，就是以你的产品质量为标准，就是对，但是对啊，然后内容的话其实真的是很多，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如果是说假设现在Kevin，胡导，你看假设现在是说有4、5位朋友在场，那我聊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就比现在压力要大一点。因为我说这个话，我要兼顾他们的这个情绪，而且也不可能总是让我一个人老说，所以我有时候会打断一下，哎，那胡涛你怎么想的呀？Kevin 你怎么想的呀？对，然后最后搞得我注意力也没法集中。但如果是说就咱俩聊的话，那我会更加的放松。然后或者说就你跟 Kevin 你们俩聊的时候，你会可能会聊得更加深入。对。其实我最后发现就是2个人或者3个人的效果其实是最好的，4个人都有一点就是影响这个谈话效果了。就是人多了之后，你很难去平衡每一个人他的这种参与度，然后而且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然后他感兴趣的聊的内容也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你聊的内容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杂乱无章，就是对，就会聊跑题，就会到处跑题，就是对，所以这个就是你来控制嘛，就是你开会议邀请的时候，你就控制2到3个人嘛，然后其他的人如果想参与听一下，或者说是就是那种发弹幕也可以嘛。对，就是只要他不语音参与，他发弹幕的话，其实也可以。就是类似于直播，但是没有直播，就是这种感觉啊。对，但实际上，即使是说，Kevin 他在这里，他不语音参与，他就观察者的心态，他就听他把他的那个静音，然后听咱俩聊。那对，因为有观察者的存在，对咱俩的这个心理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哦，你是这个意思啊？对，因为这个，对，然后这个，对，这个世界也是有观察者，当然就是熟的话都是欢迎啊。我只不过是我自己还是。就是还是有点害羞啊，就是那个，然后后面的话肯定我绝对会邀请，因为这周搬房子，我会邀请你朋友，然后好好的就是咱俩或者咱们3、4个人一起语音啊聊一下。然后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随时你有灵感了，你可以邀请，就是不一定要有我的参与，然后你们那个其他人在然后把那个音频发给我就行了，发给我，因为对。我想说就是，你想我跟一个人聊天，就是我有想聊的内容，但是对方不一定想聊嘛，对不对？其实这个需要一个契机，就是说你刚好对这个感兴趣，或者说某个观众他对这个问题有疑惑，那咱们就可以针对这个聊一聊，或者说我对某一个问题我有自己的困惑，我觉得跟这个Kevin或者说跟你聊的话，能够解答我的这个疑惑，或者就是开拓我的思路，我就会去找你们聊。就是对，这个也就是看吧，看感觉嘛，就是对，而且还有就是其实这周嘛，因为我新拉了一个人进群嘛，就是咱们5个人可以先开一个会议，然后先熟悉一下嘛，就是不一定非得就是聊个什么主题或者说什么内容，但是你也可以把它录下来，就是你到时候自己看看效果嘛。如果效果不好就不剪了呗，效果好也可以剪嘛。对，然后而且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Kevin 我跟他是完全都不认识，而且他个人情况的工作职业因为他说他也不想他
他也不想那个就是真名嘛，因为百度可能会搜得到的，那个就是他想那个保护好自己的那个隐私。好，然后呢，所以我就我们聊的时候就会避免我们就专门去聊那些大问题。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好，然后后来聊了3期之后，就跟凯文熟了嘛。然后他的发小就后面自己忙去了。然后后来越聊越上头，越聊越开心，然后后来慢慢的就熟了。然后当时是他的发小带了我们大概有个3-4期，所以我的这个流程呢，通常就是我们聊完了之后，首先就选题吧，选题好之后，我们聊完了之后呢，然后这个音频，就是凯文他丢给我，或者说你丢给我，然后我就开始去剪辑了。然后剪辑的话，其实都很固定的，就是首先我把它开头和结尾，然后再就是有一些那些我自己说的一些那种的那些水词，给它去掉，那个是最耗时间的。那个是第一耗时间的。去掉之后，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比较流利通顺的那么一个 MP3 的文件，可能比原先的要少个3-5分钟。好，然后之后呢，我再把那个文件拿来配上我之前，其实你看的那些画面很多都是我1-2年前拍的，但是一直都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觉得你就一个画面发到 YouTube 上头去，那不很无聊吗？我去配音乐还会有版权的问题我总想去说点什么，但说的话我就有拖延症。如果说你就是这是爱尔兰的街道，这爱尔兰的语，我就觉得这东西也没什么营养，所以后来我终于就想到了这种风格嘛。因为我包括我摄影的时候也练习过很多次，我就发现就是你要去看那些新闻的或者那个著名的那些摄影，它通常它都是一个机位，对，固定在那里。拍个3秒钟，然后再换一个角度，再拍个3秒钟，然后再不断的切换。但是业余的话，之前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拿着那个手机会去滑动嘛，滑动，然后往前走，左走上下，然后但是实际上你去看那些电影，它通常就是比如说我要拍一座城堡嘛，对，它就是我一个人一台手机的情况下怎么拍呢？我走到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先拍一个远景，好，然后把它暂停下来。然后再换一个角度，或者走到那个门口去拍一个近景，然后再到门后边，然后45度角，再这样拍。当然，我后期剪的时候，我知道我这样说的其实都是废话了，因为前面解释一次，你其实就知道了。但是这个毛病我尽量提高。对，好，然后就是把那个 MP3 再配上那些画面嘛。当然有一些画面拍糊了的，我也给它稍微挑掉，然后再就是那个下一步的时候，就是那个生成字幕了。生成字幕的话，那可能就是如果说它那个视频只有3分钟的话，那可能20秒就能生好，10秒但是如果是说它是那种30分钟的话，那有时候可能要等个7-8分钟，10分钟都有可能。对，然后尤其你是双语的嘛，好，然后后面第2费时间的就是你要去校对那个字幕，就是反正那些尤其是涉及到有一些那些专有名词的时候，那都要校。再就是他有时候他自己断句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断好，然后导致他那个英语字幕，他的那个翻译也会出现问题。但是后来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如果是说我一条视频只挣个3-5欧元，只有1000人左右的这个量级，那其实是可以允许有一些错别字出现的。我后来就是跟凯文说，他说完全是有，你要保证你的更新频率，因为那段时间我回国那几个月都是拖更的，有好几个月了。然后拖更为什么拖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国内你要去上传一个东西到 YouTube 上的话，那有时候真的是1个小时的视频，我传了1天，1天1夜，上传了1天1夜，它会有那个网速有点影响。对，然后所以爱尔兰的话，在爱尔兰它方便很多，但是后面你要校对那个字幕的话呢，就是我是想到，如果是说一条视频能够像那个像上次那样子，能够挣个有个几十欧元吧，30欧元以上的话，那完全就是可以没问题。那个就我每个字幕都校，但是一个视频只能挣个2.6欧元。那我花个5-6个小时，至少3-5个小时吧。你可能要花3-5小时，你把那30分钟你反反复复的看，你反反复复的去看，然后你中间又要去改嘛，那东西是比较耗精力的。对，然后对，所以还是就是想到有个平衡。
大概重度的字幕给它去掉。然后这个视频的收入的话，我只是因为我对这个数字的话比较，也是说比较感兴趣嘛。当然我是把它当一个游戏来玩，也不是说完全向前看哈。就是它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那几期那个就是胡桃聊的，大概现在是有700多位观看吧。那个的话就是大概3欧元左右，3欧元的收入。好，然后那一期的话，咱俩不是就是聊出体嘛，是邀请你聊你第一次出体的那一期，现在有5万人观看了，收入是200欧元，收入是200欧元，所以你看，你可以算得出来，像江湖姐，她到这个段位的话，基本上每一期都有个几万人在看，几万人在看，那她可能一个月有个几千欧元，甚至说大几千欧元的收入，对。这个还是只做流量没有广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再接个广告啥的，你收入可能就更多了。那江湖姐她有接广告吗？我不了解啊，我没看她几个视频。我觉得就是字幕这个问题，就是像你说的，你得找一个平衡。还有就是这个其实得看你的软件。我觉得现在一些 AI 啊，他们捕捉这种语音生成字幕，它的准确率要高很多，因为它可以预测你的语境嘛。它的预测就是它的对，就是也得看你用的软件吧。就是你现在剪辑视频的话，你用的什么软件呢？我就用剪映嘛。就你要剪映，它现在1年收500块钱人民币，就是你那个什么生成字幕的那些功能，它以前都是免费的，后来都开始收费了。像老高它的那种。就是它不是有些 AI 吗 ？AI 那些视频，像那些东西的话，其实就是谷歌上的，它有一些美国人他弄的那些，就是那些工具，但是那些工具的话，一个月200美元的订阅。我觉得就是它那种 AI 生成的视频不好看，就是容易有一种审美疲劳。对，我的建议就是你还是拍那种。定点的视频嘛，比如说这个街道上有很多的人流，那你就定点一个地方，拍个几十分钟或者1-2个小时都可以，就是或者说是，就是像你说的，就是要让视频不要有太多的抖动嘛，因为视频抖动会影响观者的这个舒适感嘛，就是对。尽量就是你其实看那个新闻联播，其实也能看得到，就是新闻联播人家做的那些外景拍摄也都是像你说的，就是定点拍摄嘛。对，我觉得这个对，这种网络上定点拍摄视频应该也挺多，你不一定非得要自己拍吧，找那种无版权的应该还有吧。有，它是对 YouTube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是说音频的话。那它版权卡得很重，有一个那个网站叫 MixKit，就是混合工具吧，混合工具箱 MixKit，那个我就是用的那个嘛，就是上面有一期的话，那个现在到了8000人观看的那一期，就是我就是像你说的，你说最好是说它画面能够跟我们的这个就是讲述的内容有点关联，比如我说一个房子啊，我看到北京啊。好，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北京的画面，那上头全部都可以搜得到，而且基本上都是很多都是免费的，就是它免费的都已经足以够用了。好，然后所以我就在想，现在有2个方案，第一个的话，我拍我真实的，就是爱尔兰的那种定点的视频；第二个的话呢，是人家专业摄影师他已经拍好了的，什么日出日落，他为了拍那么一个10秒钟的日出的一个瞬间，他可能前面花了3个多小时，然后那个倒数第2期的话，就是做的那种，就是我完全是用那个就是免费的素材，它不是 AI， 但是它是专业摄影师拍的免费的素材，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免费的素材和我自己本人拍的真实的定点的哪个更好？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拍的更好，但是这种成本要高一点。就是你拍的那些风景，我觉得观感更好，只是说你之前拍的可能有一些抖动，你没有处理好。如果你定点拍的话，我觉得效果会更好。而且就是
你也可以用那种云台嘛，就是你用手机其实可以拍，你买一个那种大疆的那种，就是那种手机支架那种，可以3轴那个稳定器啊，稳定器，大概也就那可能500-600块钱吧。对，那个挺贵的，这边的话要100-200欧。你可以，你那边估计卖的贵，我这边国内卖的便宜，二手的话就更便宜了。我手机其实有那个防抖功能，而且就是它自带的那个。我知道，但是那种是电子防抖嘛，我意思是就是物理防抖，机械防抖的话更好。我觉得两种那个，你刚刚说的2种，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实拍的成本要高一点，看你自己的时间平衡吧。因为我本身已经有那种习惯，就是走到街上面去，因为一开始刚来爱尔兰的时候就感觉很新奇嘛，那建筑物跟国内都不一样，包括而且我对美的话还是比较敏感的，会看到有一些小动物啊，可爱的小猫啊，或者说一些日落呀，那草原呀，我觉得你拍的挺好的，对，其实就是这种有看点的视频内容，就是它也对观众起到一个定心丸的效果。就是说，对，就是视频里面有一些亮点，然后很吸引人。对，但是如果是说我定点拍的话呢，那它画面可能跟你说的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这个其实没关系，就是只要不是那种能够就是你的视频内容就是要让观众的心情感到平静，就是不能让观众的情绪有太大的波动起伏，就比如说不能出现血腥啊或者暴力啊，就是重点是用视频去辅助他把这个心情平静下来，然后去听我们的音频内容。所以我觉得你街拍的那些内容其实挺好的，就是它就是一个闲逛的状态嘛，它其实可以影响到你的听众。对，而且有时候就是你人多的话，那个画面里面人，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给听众传达什么能量。就我发现，如果说那个开头，哇，在街上面都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啊，然后而且是真实的那种，人家摄影师那种免费素材，那个不算。那可能对他流量有一些提升。反正我觉得你街拍的内容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定点拍也可以，但是定点拍有个缺点就是你得一直待在那个地方不动，你可能拍起来不那么方便。我觉得你手持有点尴尬。对，还有一点尴尬，你手持着拍也可以，就是你想办法就是把这个稳定性给解决了就好了。对，就比如说在你把手机固定在某一个口袋啊，或者说是支架上。对，我一般就是双手把手机，就是拿住，双手拿手机，然后横屏，然后把它放到那个胸前的位置，然后就往前走。好，对，好，这个没关系。对，我感觉这一期的话，咱俩也不知道他那个，就是聊了那么多，也不知道这个标题怎么取，或者说有没有必要去做一期。这个你不用担心，现在你不要想这些问题，就是你后边再去看的时候，你在就是剪不了的视频，它就是一些素材嘛，你留在那儿就行了，就是你也没必要删掉它。对，因为我之前那个拍的那些素材嘛，总共已经有200多 G 了，已经有200多 G 了，所以就是这个素材的话，够做很多期。但是如果是说你这一期和那一期的视频里面一些素材有一些重复的话，行不行？你的意思是聊的内容有相同的部分？不是，是说那个聊的音频每一期都是不一样的内容，但是呢，那个画面，对，画面的话，对，有些重复的。我觉得有重复可以接受，但是重复太多次就会让观众审美疲劳，就是对，重复少一点没问题，就重复太多的话，
大家老是看这几个画面，就会觉得就是无趣嘛，或者说没有吸引力了。对对，我看你，你说啊，你先说。哦，就是我看你微信发你出题了一半。哦，对，我就想讲这个嘛。就是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重新开一期，还是就那么讲，就是这个就那一天。咱们这个会有时间限制吗？50分钟。好像是50分钟吧。没事，咱们接着聊吧，不用特别担心。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